嘿，大家好，今天要带你挖掘中国15个你绝对没听过的冷知识。你知道为什么熊猫有黑圆圈吗？这些建筑竟然是中国人建的。四川人根本不吃辣。早前中国人养猫不是为了抓老鼠。记得订阅加点赞，看到最后你可能会重新认识这个地方哦。我们出发。第15名，北京不是北方最冷的地方。大家常常一到冬天就说，哇，北京好冷哦，冷得我鼻毛都结冰。但各位，冷知识来了，其实北京根本不是北方最冷的地方，真正能冻出人生哲学的地方，在更北一点的黑龙江漠河。那边冷到什么程度？冬天平均气温零下30度，有时候还会一路掉到零下50度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是会让鼻涕结成冰雕，眼泪掉下来变成冰珠的那种冷。当地人出门根本像是在打 BOSS 关卡，穿衣服不是穿厚，而是穿层数。先穿保暖衣，再穿羽绒外套，再套大棉袄，最后再加个灵魂外套抵抗北风。风一吹，连灵魂都想回被窝。而北京呢，别说冷，很多人其实更怕风。北京的风才是王者，冷归冷，但那阵刀片风一刮过来，连脸都想去角质。很多当地人形容北京的冬天是不用花钱做皮肤管理，风一吹就帮你去一层皮。更扯的是，北京冬天虽然干冷，但黑龙江那种叫冻冷。你在漠河岛杯热水，5秒钟就结冰，吐一口气，空气直接结成果冻。在北京，你只是觉得冷，在漠河，你会觉得人生都被冷冻保存了。最夸张的是，当地还有一个超奇景，凌晨气温太低，整条路闪闪发光，像撒了钻石。浪漫归浪漫，但你要是摔一跤，笑声都会卡在喉咙里，因为真的太冰。所以啊，下次有人跟你说北京最冷，你就可以神秘一笑说，拜托你这是没去过漠河，那才是冷的可以修仙的地方。第14名，熊猫的黑眼圈。大家是不是一直以为熊猫那对黑眼圈是因为驼们天天吃、天天睡、天天躺，懒到爆？这个误会要澄清一下。熊猫的黑眼圈根本不是因为没睡饱，而是大自然给驼设计的功能性彩妆。根据科学家的研究，熊猫眼睛周围那2坨黑毛其实是用来防止阳光反射，帮助识别同类，还可以威吓敌人的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那不是黑眼圈，是战术墨镜加身份证加恐吓妆，3合1套装。想象一下，如果熊猫没有那2圈黑色，整张脸白到像一颗馒头，根本认不出谁是谁。你是阿明还是阿雄？我不知道，我也看不出来。社交大灾难马上发生，而那黑眼圈还能帮熊猫在雪地或树林里减少光线反射，就像运动员戴墨镜一样，防止被阳光晃到，看不清猎物或敌人。所以熊猫其实是天生的山林墨镜哥。另外，那一圈黑也有威慑作用，当熊猫瞪你一眼的时候，那对黑眼圈会让驼看起来超凶，有点像黑帮大哥在说，你是想惹我是不是？结果你还以为驼可爱，其实驼心里在想，靠近一点我就打你。讲更狂一点，研究人员发现，野生熊猫之间还会靠眼圈辨认身份。黑的深一点的通常比较强壮，黑的淡的可能年轻或刚洗完澡。所以那不是眼圈，那是社会地位的象征。不过讲真的啦，熊猫的生活其实还蛮爽的，每天吃竹子、打滚、睡觉，再吃竹子。你说驼没睡饱，人家根本是睡太饱。熊猫听到人类说驼有黑眼圈，心里大概想说，拜托，这是时尚标志，不是宿醉装好不好？第13名，长城不是一整条。各位有去过长城吗？是不是觉得那一条蜿蜒在山头上的巨龙超壮观？其实长城根本不是一条，
它是横跨中国各地不同朝代修修补补拼起来的7万公里超级拼图。对，你没听错，是7万公里，这长度大概是地球赤道的2倍。换句话说，如果把所有长城一口气拉直，从北京可以一路修到月球。历史上从春秋战国一直到明朝，每个朝代都在修长城，有的用石头，有的用土堆，有的甚至是草和木头混泥巴。所以你今天去看长城，看到那砖头缝有点不一样，那不是偷工减料，是跨时代建筑风格融合，简直就是古代的建筑界混搭风。而且每一段长城的作用其实也不一样，有的是真的防御，有的只是地界线，有的地方还修得像迷宫，敌人打到一半都迷路。明朝士兵在那边站岗，大概想说，靠，这边到底哪边是出口？最有趣的是，考古学家发现，真正保存完好的长城只有少少一部分，很多早期的长城其实早被风沙埋在地下，或者被时间磨成了小土丘。你现在看到的八达岭长城，其实只是整条拼图里比较完整的一块。想象一下，中国的古代工匠们，每一代都在帮上一个朝代补墙壁，就像历史版的房东换了8次，每次都重新粉刷，最后变成一个7万公里的古代连锁防御系统。而且，你以为长城只有陆地？不，还有一段是修到海边去的，叫山海关。那段长城直接伸进海里，古人好像在宣誓，防御系统延伸至大海。这气势，连现在的防火墙都要叫一声师傅。最离谱的是，有人问，长城真的能从太空看到吗？答案是不能，那是都市传说啦。你在太空上看到的不是长城，是你手机屏幕的裂痕。不过讲真的，长城能存在2000多年，光靠那种边修边补还不倒的精神，就够代表中国人的骨气了。可以说，这不只是城墙，是一条跨越历史的毅力线。第12名，故宫有1000多间房吗？大家都知道北京的故宫超大，但你知道它到底有几间房吗？很多人猜1000多一点点。那你真的太低估皇帝的排场了。传说故宫其实有9999间半的房间。没错，不是1万，不是1000，是9999.5间。为啥要少那半间？这背后的逻辑真的是古代版的做人要留一点。因为传说天上有1万间宫殿，那是给玉皇大帝住的，地上的皇帝再嚣张也不能和天平起平坐，所以就少半间，代表敬天畏天。讲白一点，就是古人版的谦虚营销。不过考古学家后来研究，其实这个数字也不太确定，因为间的定义在古代很复杂，有的算2根柱子之间是1间，有的则把连廊、耳房都算进去，算法不一样，结果也会差很多。但9999间半这个数字太传奇，大家都懒得去纠正，干脆就让它流传成一种象征。这是因为象征天子不敢越界，象征帝王的理智精神。你看，连盖房子都要讲风水讲礼数，皇帝住个宫殿还要留半间给老天爷面子，这也算是谦虚到极致，就是奢华吧。而且说真的，故宫大到什么程度？要是你每天住一间，从出生开始1天换一间，大概要到30岁才住得完。所以说，皇帝的烦恼不是今晚吃什么，而是今晚我住哪一间。这就是故宫最神秘又最有趣的地方。表面看是数字游戏，其实背后藏着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那种敬天哲学，连半间都不敢多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天子也得低头的最佳示范吧。第11名，四川人吃辣。
讲到四川，大家第一个反应一定是辣，火锅辣、串串辣、冒菜辣，连空气都带点辣味。很多人以为四川人天生就爱吃辣，从娘胎出来就拿一根辣椒当奶嘴吸。但其实四川人以前根本不吃辣，在古代，辣椒根本就不是中国原产的，辣椒是明朝末年才从美洲传进来的舶来品。换句话说，在几百年前的四川人是完全没辣椒可吃的。那他们以前靠什么提味？靠的是姜、花椒、葱、蒜，味道重，但不是辣，而是麻，是香。那后来为什么四川人突然变成辣椒王国？其实是气候搞的鬼。四川盆地湿气超重，冬天冷，夏天闷，连空气都潮，整个人像泡在桑拿里。而辣椒能驱寒、祛湿、开胃，吃一口就满头汗，身体暖，心情爽。结果四川人越吃越习惯，越吃越上瘾，最后直接变成一种民族技能。还有一点很妙，四川地形四周环山，外来食材进不来，辣椒这种又便宜又好种又能保存久的作物，刚好完美符合当时的生存逻辑。所以辣椒一进四川，就像找到灵魂伴侣一样，从此辣椒和四川成了命中注定的组合。而且你知道吗？四川人吃辣还有分层次的，不是随便乱辣，是有文化的辣，有麻辣、酸辣、香辣、干辣、胡辣等等等等。听起来像在点饮料系列，其实每种辣都对应不同菜式。例如麻辣火锅是热情直球派，酸辣粉是爽快青春风，干锅田鸡那是油香炸裂型。简直辣的都有性格。讲到最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四川人吃辣不是因为口味重，而是因为他们学会用辣椒对抗湿气、生活还有压力。别人吃辣是挑战，他们吃辣是生活。下次你看到四川人吃火锅，一边辣到流汗一边笑，别以为他们在受罪，他们只是正在用辣椒疗愈人生。第10名，中国最短的河。讲到河，大家脑袋里是不是马上浮现长江那种气势磅礴，黄河那种滔滔巨流？但中国居然有一条短到会怀疑人生的河，名字叫热河，位在云南腾冲，全长只有130公尺。对，你没听错，走个2分钟就能从源头走到河口，根本比逛便利商店还快。别看它短短的，这条河可是有排面的存在，它居然是中缅两国的天然国界线。小小一条河，却背负着国际职责，真的是短的精致，短的高规格。而且当地人超骄傲，说这河不长，但够传奇，因为它的水质清澈见底，还能看到鱼儿优雅的游来游去。讲白一点，这根本是河界里的迷你精品版。第9名，广西会唱歌的山。哎，你没听错，在广西真有一座会唱歌的山，叫做刘三姐山。传说这山会回音，唱什么它就回你什么，堪称地表最会对唱的大自然伴奏王。在广西桂林一带，有条超有名的山歌文化传统，尤其是刘三姐这个人物传说，更是当地的骄傲。据说当年刘三姐嗓子好到能唱到山崩地裂，结果她常常对着山唱山歌，没想到那山居然回唱。后来科学家去研究，发现这不是山精灵，是地形真的神奇。那一带的山谷结构刚好形成完美回音槽，声音反射角度超精准，你一唱它马上秒回，根本是天然卡拉 OK 包厢。更妙的是，当地人还把这当成一种文化活动，每年都办对歌节，一群人对着山开唱，男女对唱，村村 PK， 有人还说能赢过山回音的歌手才是真正的山歌高手，是不是超酷？所以下次你去广西，不用带蓝牙音响，也不用唱把麦克风，只要对着那座山大喊一句我好帅，你会听到山温柔地回你一句帅。讲真的，
这种互动比恋爱还疗愈。第8名，云南石林。很多人第一次看到云南石林，都会被那一根根奇形怪状的石柱震撼到，以为自己穿越进了什么外星世界。其实啊，这片看起来像石头森林的地方，在2亿多年前根本不是陆地，而是一片大海。科学家研究后发现，石林的这些石灰岩其实是古代海洋生物壳体、珊瑚、贝壳堆积而成的海底沉积物。经过地壳运动，大海慢慢退去，地面隆起，风化侵蚀，才形成了今天这种像森林一样的石头世界。说白了，这些石头树都是从海底爬上来的老祖宗。更神奇的是，这片海底森林保存的超完整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自然遗产，堪称地球地质教科书中的极品。当地人还流传一句话：不到石林，往来云南，可见这地方有多代表性。所以，当你站在石林中间，抬头看那一根根石柱时，别只想着拍美照，要记得，你脚下踩的不是普通的土地，而是2亿年前的海洋记忆。每一块石头，可能都曾是远古海底的一只贝壳。第7名，上海外滩的建筑。你以为上海外滩那一整排欧式老建筑全都是外国人建的？嘿嘿，其实你被骗了。那些看起来像伦敦、巴黎风格的洋楼，绝大多数都是中国工人盖的，中国师傅设计的，只是长得比较洋。故事要从100多年前说起。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，外滩确实是各国租界的金融区，英法美俄的银行、商行都在那边设点，外观当然要洋气一点，好彰显国际形象嘛。但重点来了，真正动手盖房的几乎都是中国工匠，很多师傅没出过国，却能把欧式拱门、歌德尖塔、巴洛克浮雕雕得一模一样。有人还笑说，他们根本是靠眼睛学建筑的天才。而且设计图很多也是由中国建筑师画的，只是当时外资公司会把外国人的名字放在最前面，听起来比较有国际味，于是大家就误会成洋人建的。所以你下次走在外滩，不要只顾着拍照发现动，可以自豪地对朋友说一句，这些漂亮的洋楼都是咱中国师傅盖的。外国人当年出钱，中国人出手艺，结果100年后变成上海最有代表性的地标，这叫真正的实力逆袭。第6名，中国第一杯茶。传说中国人喝的第一杯茶根本不是精心泡出来的，而是被风给吹出来的。这不是我乱讲哦，这是《神农本草经》里的正经800传说。相传在大约5000年前，神农氏是一位很爱实验草药的老前辈，他天天采各种植物来煮水试毒。有一天，他坐在树下煮开水，突然一阵风吹过，几片树叶飘飘悠悠地落进他锅里。神农一喝，这味道居然清香回甘，精神瞬间抖擞。于是他惊呼一句，此物可久饮。那棵树就是我们今天熟悉的茶树。从那天起，中国人开始喝茶这件事就再也停不下来。最早的茶不是泡着喝，而是当药用的，能提神解毒。到了唐朝，茶才变成日常饮品，再到宋代出现点茶文化，到了明清，茶壶、茶具、泡法百花齐放，直接变成一种生活艺术。想想看，从一阵风开始，到现在全球每年喝掉上百亿杯茶，这根本是地表最成功的意外发明。所以下次你泡茶的时候，可以对着茶杯小小敬一下那阵风，没有它，今天的可能还在喝苦药汤。神农爷，我本来只想试毒，没想到开启了全人类的下午茶文明。第5名，中国最古老的冰淇淋。别以为冰淇淋是外国人发明的甜点，其实全世界最早的冰淇淋超有可能是中国人搞出来的，而且那可是2000多年前的事。根据《史记》和古文记载，早在周朝、秦朝时期，中国人就已经会用冰加乳加米浆混在一起，做出一种古代版冰爽甜点。当时贵族夏天要避暑，都会在地窖或冰窖里存冰，然后拿出来做冰酪。听起来就很高级，有没有？
其实它就是冰淇淋的远古祖先。到了唐、宋时期，这玩意儿更进化。有钱人家会把牛奶、米粉、蜂蜜搅一搅，再用雪堆起来冷冻。你以为这是冷饮？不，这叫贵族限定冰冻甜点。当时能吃上一口的人，基本都是权贵等级的存在。要是放到现代，可能要排队3小时，限量10份那种夯甜品。更神奇的是，马可波罗来中国时，还把这种冰乳混合物的制作法带回欧洲。据说这才启发了后来的意大利 gelato。 所以意式冰淇淋的精神祖师爷其实是中国了。第4名，广东人最早养猫。你以为古代人养猫都是为了抓老鼠？嘿嘿，在广东这故事完全反着走。广东人最早养猫可不是为了抓老鼠，而是抓蛇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广东气候潮湿又热，山多林密。古代那时候房子多是竹屋、木屋，蛇特别爱钻进来乘凉。一不小心，床底、厨房、米缸里都可能出现一条滑来滑去的访客。当地人被吓到快崩溃，就开始观察，哪种动物天不怕地不怕，还敢咬蛇？答案就是猫。早在秦汉时期，岭南地区，也就是现在的广东、广西一带，人们就已经开始养猫镇蛇。古籍甚至记载，广东的山猫被训练得特别猛，遇到蛇直接冲上去一爪拍死，根本是防蛇部队队长。后来这些猫慢慢驯化成家猫，才开始顺便帮忙抓老鼠。你以为猫是鼠类天敌，人家原本是蛇类终结者。更有趣的是，广东还有个民俗信仰，觉得猫能辟邪镇煞，有的老房子门口还会画猫眼、贴猫符，意思是让猫的灵气守护家宅，赶走毒物。你想想，一只猫坐在屋檐下，外头蛇一靠近，那双猫眼闪闪发亮，那画面简直像《山海经》版本的保安系统。第3名，中国第一座厕所。听到这你可能会笑，哈，上厕所还要排名哦？别小看这个，中国的如厕文化可是走在世界前面。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，就已经出现世界上最早的厕所系统了。考古学家在陕西发现一处商朝遗址，挖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傻眼，地上居然有一个用陶管连接的坑位，还有排水沟。更夸张的是，那居然是带冲水系统的厕所。没错，你没听错，是3000多年前的高端马桶原型。当时这玩意儿不是平民能用的，而是王公贵族的专属。那年代的人讲究礼仪到变态，吃饭有规矩，连上厕所都有礼法。古人称之为混，意思就是排泄之处。商朝的厕所位置还特别讲究风水，要能藏污纳垢，但又不能冲煞正气。听起来是不是比装修豪宅还复杂？后来到了秦汉时期，厕所科技升级了，有做坑、木架，甚至还会铺草灰去除异味，可以说是远古版的香氛厕所。更有趣的是，汉代的厕所旁边常会放个小竹片，叫厕筹，用来擦屁股。没错，因为厕纸那时还没发明。你以为欧洲文艺复兴前才有厕所？不好意思，中国早在他们穿兽皮时就已经知道做得舒服、冲得干净这件事的重要性。第2名，中国的国宝之一兵马俑。各位别再以为兵马俑一副灰扑扑泥巴色的样子就叫原汁原味啦，其实你看到的那一整片灰色军团是褪色版的它们。真正刚出土时的兵马俑超级5颜6色。没错，秦始皇当年根本是请了一支古代彩妆天团来替士兵上妆。考古专家发现，兵马俑原本全身都上了彩漆，脸上有肤色，嘴唇红润，眉毛黑得发亮，盔甲是蓝色、绿色交错，衣服甚至还有花纹细节。有的战士眼神炯炯有神，有的嘴角上扬，看起来比蜡像还逼真，根本就是2000年前的彩色3D 人像打印。那为啥我们现在看到的全都灰灰的？因为那些彩漆太脆弱了。
兵马俑一出土，接触空气没几分钟就开始氧化脱落，颜料啪的一下就碎光光，考古团队简直看了心都碎成粉。后来科学家想尽办法用特殊树枝固定颜料，才勉强保住一点点原色证据，要不然你现在去看，可能整座坑都是秦朝彩虹部队。第1名，中国最神秘的无主村，冠军来了。无主村听起来像恐怖电影标题，对吧？但这地方真的存在，它叫神仙湾，位于中国贵州深山里一个没人认领、没人管理、没人居住的无主村。听起来很诡异，对不对？别急，这故事比你想的还离奇。这个村子原本不是鬼村，而是真实存在过的古老聚落。据说早年因为地势险峻，交通不便，村民陆续搬走。后来随着时间过去，整个村子就被大自然重新接管。你现在走进去，看到的是被藤蔓爬满的老屋，杂草长到窗户上方，连石板路都快看不见。整座村庄安安静静地躺在山谷里，像是时间停摆了一样。更神奇的是，当地政府后来要查这块地的产权，发现没人登记，土地、房产、户籍统统找不到主人。问遍附近几个乡镇，大家都说听过这个地方，但没人知道是谁的。于是它就成了现实版无主之地。不过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是，有人说晚上经过时会听到像是有人走路的声音，还有探险队拍影片时录到奇怪的回音，仿佛有人在山里低语。现在的无主村反而成了探险客的热门打卡点，摄影师都爱去那边拍废墟感大片，阳光穿过瓦缝照进老屋，真的美到诡异。好了，看完这15个中国冷知识，你是不是有种原来我从小被课本骗好久的感觉？从北京不够冷，熊猫不是黑眼圈，到外滩不是洋人剑，再到兵马俑其实超彩色，中国第一杯茶还被风吹来。所以别再以为历史很无聊，其实它就像个被尘封的八卦节目，只要你懂得挖，处处都是惊喜。如果你喜欢这种冷知识的探险之旅，记得点个赞，订阅一下啦，我们下期见。